看看看看，就是你这只猫咪，你看这只狗啊，特别温顺。嘿，又逗它嘞，又逗它嘞。藏在湖南群山深处的隐秘山居，是我上次踏足的治愈秘境。崎岖山路尽头，藏着炊烟与温柔。上次来访，淳朴的伯伯与独居爷爷的善意治愈了我们。时隔多日，我再次奔赴这片山谷。这次虽然没能偶遇两位伯伯，却解锁了不一样的温暖惊喜。原以为依旧是爷爷独自山居，走进老屋才知晓，奶奶常伴身旁，相守山野岁月。夫妻俩格外热忱淳朴，还执意杀鸡设宴款待我们。我们婉言谢绝后，吃上了一顿地道原生态农家饭。平淡烟火里竟是大山最纯粹的温情。此次归来，我还带着一份专属心意，兑现上次的约定，把为爷爷拍下的照片打印成册。当照片递到爷爷手中，他灿烂的笑容便是深山人家最动人的模样。跟随镜头，一起沉浸式感受这份双向的温柔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古村落，拜访住在山里面的钟爷爷。上次我们给钟爷爷拍了几张照片做留念，今天我们给他送了过来，并且呢给他带了一些东西。由于上一次来我们并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住，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过来，想要去拜访他，但是不知道我们今天运气好不好。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家，而且这个天气啊，看起来也并不乐观，好像是要快下雨的样子，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。现在天空中乌云密布，可能马上要下暴雨了。但是在夏天呢，不排除下完雨之后马上又是晴空万里。今天开车子过来底盘比较低，所以还是把车子停在外面，没有开进来。因为这个地方离镇上比较远，所以上次给钟爷爷拍了一些照片留作纪念，然后他自己呢出去打印呢可能不方便，所以我回去之后呢打了几张照片出来，不知道他满不满意。一路上还是有一些路段是凹凸不平，所以车子不好开。其实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呀，时隔1个星期，其实还是有另一个原因。因为啊，我们上一次拜访那位钟爷爷的时候啊，他家养了一只橘白猫，我在逗它玩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它咬到了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也回去打了2针疫苗。今天啊，我们也要来这个地方看看它的猫还健不健康。如果它的猫很健康的话，说明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如果它的猫要是没了，那说明我还是要回去重新再打2、3针疫苗的。那就要看看今天那个猫还在不在了。但愿那只猫现在是活蹦乱跳的啊！刚开始被咬到了，你不告诉我，生怕我会训斥你是吧？因为它一开始咬上去的时候，它并没有流血，只是后来才慢慢伤口显露出来了。但是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及时跟家长反映，不要藏着掖着。这种被犬类啊、被动物咬到了，是问题还是很严重的。其实啊，我之前拍过很多视频，很多个老人家家里都养了很多猫和狗，这些猫啊、狗啊都非常的
亲人都比较喜欢跟我玩，没有遇到这种抓伤、咬伤的这种情况。而1个星期前是第一次被它咬到了。我猜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我当天穿的衣服，因为上面的图案是 Tom and Jerry， 那个 Jerry 这只老鼠就在我衣服上面，是不是有可能那是老鼠吸引了它呀？所以猛地朝你身上扑过来，对吧？是啊。哎呀，想想都觉得好笑的。以前在医院里面总是能碰到其他的家长带孩子过来打狂犬疫苗，当时觉得触动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自己的孩子被猫啊狗啊咬到了，心里呢又急又心痛。这就是所谓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呢，就叫故事，那么发生在自己身上呢，就叫事故。唉，以前对狂犬类的这方面的知识啊，完全是空白的。那么经过这一次经验教训之后啊，我们就去查询了很多方面的知识，了解到其实也并不要非常的恐慌，科学的认真对待。哇，今天山谷里面的风好大哟，我估计飞无人机都得要掂量着呀。不过看样子下完雨之后有可能又会出太阳。但愿钟爷爷今天在家哟，因为上次他告诉我们他经常也会到外面去，有时候也不在家里哦。哎呀，你现在就祈祷那只猫是健康、活蹦乱跳的吧。如果是把所有的狂犬疫苗5针打下来，包括破伤风，包括免疫球蛋白，那么得要花几千块钱。整个这个沙澳里面啊，就只有这位钟爷爷在里面居住了，一人守着整个村落。哇，1个星期过去了，这些禾苗呢，又日渐长高啊，绿油油的一片。这2位伯伯应该没在家里吧？他们也是偶尔来一次，也是不常在这里住的。今天车子没在这里，就表明他们没有回来啊。今天是的，都在家。是的，他们车子直接能开到家门口。上次我们已经出来了，天福才告诉我说被猫咬到了。哎呀，幸好还告诉我了，所以我们急着赶回去给他打狂犬疫苗。这里有辆摩托车。哦，是哦，这里有可能是当地村民在这山里面做事情啊。哦，对的，这里有看到背了药箱啊，当地村民背了药箱在这里打农药，这是种的水稻。爷爷，你好，你在杀农药啊？这些田都是你种的呀？这里的田都是你种的呀？你在这里种了多少亩水稻哦？20亩啊！哎呀，整个下面这一片都是你种的哦？还有其他人种的吗？哦，上面还有啊！你在这种了30亩水稻哦？哎呀，这些水稻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收割了10月1号以前。哦，国庆节前后了。上来玩一下吧。对，我们到这里来玩一下。这
山里面有什么好玩的？看风景啊。啊，你这里都是规模化的种植了，到时候也是用收割机来收了。收割机。对，这个路还是有这么宽，收割机应该是可以进来的。种了20-30亩的话，一般好多人现在都是用那种无人机呀、来撒农药，成本比较高是吧？哦，还是用这种传统的撒农药的方式。那好了，你先忙了。好，我们去这里面看看。我刚刚又看到几只鸡从草丛里钻出来了。哦，爷，你我又来看你了，爷。钟叔，哎呦，你在家哟？我还担心你今天不在家嘞。我上次回去了之后，给你拍了几张照片吧，然后打印出来了，给你送过来了。上次匆匆忙忙的过来，也没给你带点东西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准备做午饭哦。哎呦，喵，你还在哟？看看看看，就是你这只猫咪。你看这只狗啊，特别温顺。我们第一次来它还吼一下，今天过来嘞，它吼都不吼了。知道我们是好朋友是不是？哎呀，在搞什么菜呀？秋葵。秋葵呀。爷在切秋葵。晚一些了。啊。吃饭晚一些，我老婆今天进来了。啊？我老婆今天进来了，在那里。你老伴今天过来啦？哎呦，我们上次第一次来，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人住，所以说来的比较匆忙。然后今天呢，就去准备了一些东西给你带过来。上次吃了你的甜瓜，还吃了你的玉米呀、阿姨在家呀？在园子里哦。好，好，我们这里是厨房哦。我上次都没过来。哦。喺街喺搞一搞，往那里啊还搞一。以为会下雨，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哎，阿姨，你好，在园子里忙啊？哦，我到这里来看看。哎呀，我上次来这里都没有碰到你呀。没来啦。是哦，你上次是没在这里。呀，没在这里啊。哎呦，今天还碰到阿姨了。走到这里来了。哎呦，阿姨好年轻哦。真的嘞，我还看上去我都得叫你大姐呀，真的是，叫你阿姨都叫老了嘞。哎，我又不是啦，我孙子都10几岁了啦。是的咯，因为叔叔跟我爸爸年龄差不多了。哦，认识他吧？哦，你是上次那个吧？上次过来了。来了，你好。对。哎，这是我儿子。哦，这是你儿子啊。嗯。哎呀，上次叔叔在这里呀、摘了一些玉米给我吃，还摘了一点甜瓜。叔叔说这个里面的菜啊都没有打农药，所以你看这个很多菜都被虫子咬掉了。对，很少打农药。对。有啊？杀的鸡啊，那是啊。哎，不用不用啊，不用。在这里吃，我们带菜呢，我们准备不在山里面吃饭的。哦，就小菜，就随便吃点茄子就可以了。炒点这个。炒点茄子。那个豆角了。啊，可以。好了，搞点小菜了。不要特地杀鸡，不要特地杀鸡。这个辣椒是本地的辣椒哦。本地辣椒。是的。现在发生了。现在开始下雨了。这里面是不是种的黄金哦？黄水，这是红薯啊。不是这个。我这个姜啊。姜啊，哎呦，这个姜和黄金的叶子我是傻分不清楚啊。我记得好像黄金也是长这样的。哦，还种了这么多红薯。哎呦，整个周边真的全部荒掉了，就是你们在这里种一些菜了。我说那只大黄狗啊，也蛮温顺的。那个狗吧，第一次来就咣咣咣。对，我第一次来它也就吼几下，后面也不吼了，然后也蛮温顺的。啊，这次来吼都不吼了，知道我们是很友好的。
叔叔，你知道这只猫有没有打过疫苗啊？没打。你确定没打？没打。刚刚阿姨说，可能我们晚一点过来，你们就下去了。晚一点过来，我不会下去。哦。我不下去，我到7点钟晚下午放羊，下午放羊哦。你还要把羊放出去？反正晚上是住在这里吗？我没住在这里。没住在这里啊？哦，你是放完羊之后，然后把羊赶回来之后再下去？要到7点钟。也要到7点钟才会下去。晚上也没住这里了。反正你这里是安装了监控嘛。好玩一样，累不累？没有什么收益。哦，不用客气。这个花生是炒的啊。哦，没炒哦。生的。哦，刚刚挖的，好尝一下。到山里面来，我就喜欢玩山泉水，好冰凉的哟！你看一下，源源不断的山泉水，用之不竭，取之不尽。要我一起帮忙吧？不要啊？不要帮我，麻烦的啊！一起帮忙弄了。没事。你被这只猫咬过没有啊，叔叔？抓过没有？啊？你被它抓过没有？就是抓一下，咬一下。没有。它平时会咬人吧？一般不会咬人。一般不会咬人吗？不咬。嘿，又逗它嘞，又逗它嘞！咪咪，你又去招惹它啊！咪咪，过来。咪咪，打完农药啦？还没有啊？哎呦，其实现在种田也还蛮辛苦的嘞。啊，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种田了。对呀，你们还种几十亩，真的是很勤劳啊。对，像你们骑摩托车就很方便了。你们进出的话，也平时就是骑摩托车。是啊。嗯。你们这样子走进来，以前好像是我们全部是抽进进。都是，以前都没这么宽的路给你走哦。以前你也是这里的村民吗？你们家房子以前在哪个位置了？就这一点点。倒了吗？完全倒了。现在你就住外面了。您贵姓啊？也是姓钟。也姓钟哦。哎，以前你们这个村里面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姓钟吧？我们这个村。这个主。放到了下面。哎。全部。哦。都是姓钟哦。那么你们应该就是一个宗族下来的喽，有可能是。你年纪有多大哟？也跟钟叔差不多了。同年的。同年的呀。哎呀，那玩得来呀！平时没事情到他这里来坐一坐，聊聊天。是。哎，是的，有经常人来这边，他也不觉得很孤单的。到时候在这里搞收割的时候啊，都会很热闹了，都是请别人来收割。嗯。一天就把它收完了。一天呐，一天收割20-30亩啊，那这个收割机的效率很高哦。现在收割机收割1亩水稻的话，要费用是多少啊？100多。100多呀。收割机就是100多，还有车费。哦，收割机把它收下来，然后你还要运出去，另外的车费又是看路程。运费要看路程的。那你这一年种几季水稻咯？1季啊。还要买农药，是吧？种水稻其实成本也蛮高的嘞。哎。1亩田差不多要500-600块。500-600块的成本。最少。那你1亩田能赚多少钱呢？赚不了多少。1000把块钱不？500-600块也是。1亩田哦，你的净收入哦，是啊，才500-600块钱啊。是啊。你预计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了？很差。很差呀。今年是不是雨水太多了哟？雨水又多，老鼠又多。然后什么多？老鼠。哦，老鼠哦。你看这稻田里是。哦，就是田鼠是吧？对。是吧？哎，难道没天敌了吗？然后这边蛇啊有没有啊？不多。蛇也不多了。那怎么去防范呢？就是没有防范啊。哦，是的，所以种植确实是靠天吃饭了。放一点老鼠药。哦，还放点老鼠药。放养鸡了就没有放啊。哎，对，是的，钟叔在这里养了这么多鸡，他会给你做点虫子。
是吧？虫子越多一点，它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是这些田鼠泛滥，养猫头鹰，养猫头鹰啊，对啊，还有它这只猫，还有这只猫会偶尔会捉一些老鼠。对，养猫头鹰了。这个是用原始的那种方法来蒸饭啊。平时一个人在这边偶尔煮一下饭吃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还过来还打扰你了，麻烦你了。啊，哎，你们家以前这个2层楼房哎，我之前都没注意，你们是从厨房这个位置上去的楼梯哦。这个楼梯现在都还可以走吧？以前你们家住楼上吗？有人住楼上吗？没有啊，以前在楼上就放一点杂物。啊，你这个楼梯还做得挺结实的，还有护栏，防止小孩子摔跤。这个是乡里面的红薯叶子。哎呀，今天来这里啊，有口福啊，碰到钟叔他们在家，所以呢，可以吃到乡里面的这种原生态的小菜，在城市里面是买不到的，有钱都买不到。哎呦，看着这个水龙头的水呀，这样白白的流掉，真的是好心疼的感觉。哦，你是长期一直是在花豹厂里面上班呐？放假我就给他。哦，放假了就临时帮一下忙。哦，那你真的是很勤快耶。叔叔在这里搞养殖，你估计年纪还不到60岁哟。不到60岁，现在还是也可以做得到的。到时候可以留作纪念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昨天打印出来的。这个大东西好多钱呢？没多少钱。不是自己打的吧？自己不可以打吧？我去那个打印店叫别人打印的，我自己肯定没有这个。肯定没有这个工具可以打印的，肯定是叫别人打的。昨天找了好几家，有些人的调的色不好，打印不好，原相机拍出来的就好一些。反正还行，我这个相机也是4K 的，高清的，还可以了。可以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你说要留作纪念，所以我就挑一些，因为你自己要出去找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麻烦。吃个这个，是吧？啊，一个人吃一个，你给他们吃一个的，一个人拿一个。好，谢谢。临时搭的这种小灶啊，这种灶还挺方便的哦。这买的。哦，这买的这种灶哦，还是挺方便。好的，辣椒。这山里面呢，就是烧不完的柴火。是吧？在山里面住着，生活成本相对低很多啦。在城市里面什么都得花钱。我们这个不要花钱的。啊，水、柴火、菜。菜自己想买一点就买一点。是的，只是吃一点猪肉要买一点，然后就是电费要交一点。电费。其他的真的是住在这里，吃的东西又健康、原生态的。以前我们这里有好多人呢。以前很热闹啊。20几年前，我们搬出去2年4年搬出去了，我们。早就搬出去了。20多年了，搬出去了。哦，都搬出去了。这里有10几个，那上面全部都是屋，这个下面全部倒了。阿姨炒菜的手艺肯定也很好。你像现在是暑假了，你的孙子他们也会来这里玩吗？准备来住一个星期，又下去了，我孙子。住了1个星期啊？住了1个星期就回下留洋了，还要写诗了，就4月了。豆葵、豆角、茄子，这是鸭蛋。那吃完了。这个是辣椒，这个是红薯叶子。刚开始钟叔叔说要杀只鸡给我们吃，我叫他不要杀，懒得麻烦。
吃可以。好好，可以打饭了。等那个等阿姨一起来了，别等，吃。这个没有什么都可以吃。等他。等她一起来吃吧。阿姨，一起来吃饭喽！辛苦了，今天。先吃。一起来吃了。哎呦，那我们就走了啊。我们回去了。下次来玩呢。啊，好，我们留了电话。电话，下次来就经常告诉他了。哎呀我一般都不进来个呀。好，今天辛苦你做了没事。这么多菜给我们吃。他这不会炒菜，哦哎呀，他吃的比较简单一些。呀，简单，他就是蒸菜。那我们今天真的是算是有口福了，碰到阿姨正好回来了，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给我们吃。下次有机会再来玩，不要紧。啊，好，不要买到时候再联系啊。不要买东西够，再玩一下，这是带小孩子出来玩一下啊。别是不是带小孩子来？到了这里就过来玩，不要紧。好，那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好，谢谢你了。哎，我们谢谢你热情款待我们呐，打扰你们啦。好，走了。好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下次来玩呢。好的。大家看看我身后这栋建筑，你们知道这栋建筑是做什么用途的吗？其实啊，我们第一次来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途的，而且呢，我们看这栋建筑啊，它非常的特殊。今天我们直到与那位钟爷爷吃饭的聊天过程中，才得知这栋建筑的真实用途。大家不妨猜一猜，这栋建筑是做什么用途的？现在呢，我就为大家揭晓这个谜底。这栋建筑啊，以前是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人们专门用来熏烟草的。以前住在山里面的人们啊，每家每户都种了烟叶，而他们就会专门修建这种类似的建筑，专门用来熏烟草。现在整个山里面啊，就只剩2栋这种建筑了，一栋就是我身后这里的，还有一栋就是我们探访的那位钟爷爷家旁边仅存的那一栋，剩下的那些这种熏烟草的建筑啊，全部都倒塌了，看不见他们的痕迹了。今天啊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幸运，来到这个山里面啊，遇到了钟爷爷他们一家，他们非常的热情，为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。钟爷爷一开始还打算给我们杀鸡吃，但是我们拒绝了。虽然没有大鱼大肉，但是能够吃上这里原生态的农家菜，也是大饱口福啊。刚刚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那只小猫，它看上去活蹦乱跳的，非常的健康。那我应该也就没有什么麻烦了。我也没有将我被猫咬到的这个事情告诉爷爷奶奶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在这里啊，我也要跟大家提个醒，以后要是在野外遇到那些小动物啊，尽量还是保持一下距离，免得被它们抓伤咬伤，这样也是挺麻烦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